这哥们儿明明可以靠帅气走上人生巅峰，结果在变态的路上越走越远。俺は人間をやめるぞ，ジャジャ！最高に入ってやつだ。OK， 今天的渣渣乱谈带来的是子安五人，没有人比他更会在动漫中发癫。そうでなくちゃね。君がどこまで誇りを保てるか。30分1時間。这样的一位变态大师，今年已经快60岁，似乎他跟荒木老贼练了波纹，亦或是找到了尸鬼面，这看上去完全不老啊。而在成为变态之前，子安武刚开始还是挺像个人的，甚至配音的角色都是帅哥。就比如刚出道时三个火枪手里的弗朗索瓦，やはり門を開けに来てくれたのかい？再比如新机动战士高达 W 中的基古斯，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青叶帽。这个时候的子安武不仅还有人，甚至能跟冠希哥沾点关系。有请头文字 D 中的高桥良介。アキナの小さなステージに満足するなよ。広い世界に目を向けていけ。这时子安五人老师的声音不仅不变态，甚至还有点温柔，但体内的迪奥已经开始苏醒。插句题外话，如果高桥良介开的是压路机，肯定能赢拓海。1992年有部宇宙骑士，虽然大家可能没看过，但子安武做人的封印就是从这部动漫开始松动的。いい加減受け入れなよ、兄さん。僕も兄さんももう人間じゃない。之后的几年可能是子安五人最后的几个正常角色，海贼王中的库赞，银魂中的高山静助，圣斗士星矢，冥王篇中的冥界三巨头之一拉达曼迪斯。而在迪奥之前，子安五人是这样喊世界的，比如游戏王 GX 里的宅王卓魔，还算是正常点。2012年正片开始，封印解除，子安五人正式和人类这个身份说再见。比起JoJo，这一年更要你命的角色，当属7月份《刀剑神域》中的虚香深知，简直是畜生里的畜生，迪奥看见了都想弄他。甘い。而10月份魔童降世，迪奥完全是另一种变态，饿到骨子里的小面包，JoJo中的造梗压路机。貧弱。抱歉，迪奥的名场面实在是太多了，像人行道不是很宽敞吗？这样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如果说荒木老贼赋予了迪奥躯体，那子安武就是用自己超绝的声音赋予了迪奥灵魂，而他也在不做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1年后的约战，神无月公平出道，正式和迪奥、虚香深知组成三皇太子。黒タイツ越しのパンツは人類の至宝です。我的天！大家可以猜猜，为什么神无月说完这句就被秦理拖出去了？这还是我挑着选的。神无月的其他台词估计都过不了审。短短的3年後，又诞生了个变态，从零开始的异世界中的罗斯瓦尔。無茶でも無謀でも追い詰められたらきっと魔法を使うから空から見落とさないで。之后还有《辉夜大小姐》中白银的父亲，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中的克雷曼，毁灭之刃中的守鬼，这难道就是迪奥的退休生活？有小伙伴可能就纳闷了，子安武老师怎么能这么变态？一来是因为他的声线低沉厚重，很有磁性；二来是因为子安武配音时会研究角色的心理，考虑他们为何变坏，结果越配越好，逐渐成了变态专业户。可能有人会觉得这货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了，但在我看来，只有配音演员对自己工作的全身心投入。